为了满足并教哥哥偏执的占有欲，女孩不仅每晚都要抱着哥哥一起入睡，甚至还主动将自己锁起来被强制爱。只因女孩被惊悚游戏选中扮演妹妹的角色，而要想活命，就必须生存7天并成功攻略哥哥。游戏背景故事：她与哥哥是被爸爸妈妈从孤儿院领养的孩子，原本一家4口生活幸福快乐，可就在昨天，爸爸妈妈却离奇失踪，而哥哥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古怪。新人友情提示：哥哥很爱你，所以要好好听哥哥的话，不要违背哥哥，不然哥哥会生气哦。今晚打开卧室的门，刚准备好好熟悉一下这个家，下一秒一道身影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。小婉，你睡醒了。今晚被吓得瞳孔一缩，看来他就是所谓的哥哥了。女孩压下心中的慌乱，软软糯糯地喊了一声：哥哥，你怎么站在外面？哥哥抚摸着青婉的脑袋瓜，宠溺地笑道：我刚做好早餐，正准备喊你这个小懒虫起床吃饭呢。青婉顿时感到一股冰冷的寒气从天灵盖蔓延全身，这个男生的手比冰块还冷，这可不是人类会有的温度。眼前这个男人很有可能是鬼。我知道了，哥哥，我先去洗漱一下。哥哥眸光直勾勾地盯着他，你动作快点，早餐冷了就不好吃了。哥哥先去餐桌等我，我马上就好。青婉将门关上，旋即便去房间里的独立卫生间开始洗漱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他依旧能感受到一股冰冷的视线正直直盯着自己。下一瞬，只见镜子里的他五官突然发生诡异的变化，鲜红的血顺着他的眼眶流出，然后缓缓汇聚成一串字母。青婉眉头微皱，爹，他喊我爹干嘛？难道我拿的不是妹妹剧本？我真正的身份是爸爸。见此情形，镜子里的女鬼顿时一脸无语，草率了，竟然碰上个文盲。青婉淡定地将镜子上的血擦拭干净，旋即便下楼来到了1楼的餐厅。怎么这么慢才下来？哥哥见到他，嘴角不由翘起一抹微笑。青婉乖巧地坐在了哥哥身边。刚才在洗脸的时候，我的镜子突然流血了，就浪费了一些时间把镜子擦干。哥哥伸手揉了揉青婉的脑袋。小婉昨晚一直担心失踪的爸爸妈妈，估计是出现了幻觉。青婉点了点头，故作疲惫地说道：看来哥哥说的对，我确实是出现幻觉了，镜子才不会流血呢。哥哥轻轻地抱住了她。小婉别担心，虽然爸爸妈妈不在了，但哥哥会保护你的。青婉顿时打了个冷战，她只感觉自己好像在与一个大冰块贴贴。就这样，她与哥哥平静地享用了第1天的早餐。不得不说，哥哥的厨艺很好，以至于她看向哥哥的眼神也柔和了几分。这么贤惠的男人，是鬼也不是不行。吃过早餐，哥哥准备出门工作，他叮嘱青婉在家要乖乖的，千万不要出门。青婉乖巧地点了点头，哥哥注意安全。然而下一秒，哥哥却突然回过头来，小婉是不是忘记了什么？青婉一脸懵逼，但她又不敢问。哥哥看着她呆愣的小表情，唇角弯了弯，然后俯身亲在了她的嘴巴上，冰冷又柔软的触感令青婉没有反应过来，直到看着哥哥离开的背影，她才猛然惊醒。她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嘴唇，一股毛骨悚然的寒意从脚底升起。哥哥最爱你了，这个爱该不会是爱情的爱吧？冷静了一会后，青婉开始熟悉别墅的环境。客厅里有个巨大的全家福，是他们一家4口。戴眼镜的斯文中年男人是这个家的爸爸，穿着珠光宝气的优雅女人是这个家的妈妈，一旁是长相俊美的哥哥，然后哥哥的旁边则站着他。照片里的他皮肤苍白，两眼空洞无神。青婉看了一眼后将视线移开，余光却突然瞥见照片里哥哥的眼珠子随着他的动作转动。青婉猛地将视线移回全家福，然而此时的照片又恢复了正常。这个家真是处处透露着诡异。青婉耸了耸肩，来到了2楼的书房，书桌上摆放着凌乱的文件，都是些没用的线索。就在这时，他将目光看向书桌下的抽屉，抽屉上了一把铜锁，很明显的暗示里面有线索。青婉毫不犹豫地将锁砸开，当看到里面的文件时，他的眉头紧锁。厚厚的一沓全都是领养协议，除了他和哥哥的还有20多张，而且所有孩子的生日全都是11月28日。看来这是个特殊的日子。这家夫妻领养孩子可不是为了做慈善，他们领养这么多孤儿，可这么多孤儿都去哪里了？青婉挠了挠头，头好痒，感觉要长脑子了。他继续在别墅里转悠，这时他发现别墅里有个地下室，但大门好像被人从里面反锁住。青婉刚准备去找工具撬开时，大门内却突然传来咔嚓咔嚓的声响，就像有人在用指甲抓挠地下室的门一般。青婉顿时感到头皮发麻，理智告诉他不能打开地下室的门，里面应该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紧接着他决定去看一下哥哥的房间，然而当看到哥哥房间里面的场景时，他顿时呆愣在原地。只见房间墙壁上贴满了他的照片，那些照片记录着他的一颦一笑，有吃饭的，有上课的，甚至最离谱的是还有睡觉的。没想到哥哥还是个偷拍狂，他原本还想翻一翻房间看看有什么秘密，但看到这些照片后，最终决定默默退出这个死变态的房间。他回到客厅，把电视打开，正好可以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。电视开机后，里面传来滋滋的电流声，但很快就跳转到正常的画面，里面正播报着一条刑事新闻，说是在公园湖中打捞出一具男尸，由于泡水的时间过长，尸体已经开始肿胀腐烂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令青婉瞳孔猛地一缩，只见电视中的那具男尸缓缓站了起来，而周围的警方和记者却没有发现异常，依旧在自顾自进行着各自的工作。男尸晃动着身子，一摇一摆地走到电视机前，仿佛下一秒就会从电视机里钻出来。青婉坐在沙发上，眼睛一眨不眨。男尸固然可怕，但他有24小时的新手保护期，所以他丝毫不慌。然而下一秒，电视机的画面却又变成了滋滋的雪花。青婉等了几分钟，电视机依旧没有恢复正常，他只好把电视关了。不多时，哥哥便下班回到了家。青婉跑去迎接，一脸的乖巧懂事。哥哥嘴角勾起一抹淡笑，将青婉搂进怀中。小婉，在家有没有想我呢？青婉鼻尖一皱，她闻到哥哥身上有股淡淡的消毒酒精味道，以及那么一丝机不可查的血腥味。我在家很想哥哥呢。青婉违心地说道。突然，她只感觉嘴唇一凉，只见男人亲了亲她的唇，然后抬手抚摸着她的脑袋。
小婉真乖，哥哥去给你准备晚饭。很快，餐桌上便上齐了3菜1汤。然而，正当青婉准备开动时，哥哥却突然夹起一块肉递到了她的嘴边，脸上还带着一抹温和的笑。小婉，哥哥喂你。青婉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，但最后她还是张开嘴吃下了那一小块肉。谢谢哥哥。哥哥好像找到了乐子一般。在青婉咽下去之后，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投喂。晚饭过后，青婉回到卧室，准备洗个澡，结束这心惊胆战的一天。可当他刚进到浴室时，镜子里却突然倒映出他七窍流血的五官。紧接着，诡异的一幕再次发生，只见红色的血珠在镜面上缓缓流动，然后凝聚成一个歪歪扭扭的字“死”。青婉皱眉不明所以的说道：“一吸笔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暗示女鬼的遭遇吗？”一个平静祥和的傍晚，夕阳无限好，但是他却被匕首捅死。他认真的分析，越想越觉得自己分析的很有道理。青婉简单冲洗了一下，然后就躺在床上准备睡觉。黑暗中，他辗转反侧，总感觉房间里有好多眼睛正从四面八方窥视着他。想着想着，他便陷入了沉睡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门却突然被人推开，一个颀长的身影朝着青婉走来。熟睡的青婉对此一无所知，甚至还舒服地翻了个身。哥哥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脸，猩红的双眸在黑暗中散发着诡异的光。下一秒，只见他突然俯下身，冰冷刺骨的手指抚摸在他的脸上。睡梦中的青婉下意识打了个冷战，朦朦胧胧中感觉有冰块在他的脸上蹭来蹭去，他的小脸皱巴巴地凝成一团，直到那股寒意消失，他的小脸又舒展开。但下一秒，他的红唇又是倏地一凉，令他猛地惊醒，睁开眼看到的就是变态哥哥的脸。小婉，你醒了。被抓包的哥哥丝毫不慌，甚至一脸温柔地看着他。青婉只感觉头皮发麻，他故作镇定地问道：“哥哥，你怎么在我房间？这么大的别墅，只有我们2个人。”哥哥晚上有些害怕，想要跟小婉一起睡，可以吗？哥哥看似商量的语气，却不容拒绝。青婉嘴角抽了抽，但为了活命，他也只能答应了下来。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哥哥躺下来后又猝不及防地亲了一下他的嘴角。小婉晚安。青婉忍不住开口问道：“哥哥，可不可以不要亲我嘴巴？”不可以。哥哥清冷的声音悠悠响起，拒绝的毫无余地。青婉咬牙切齿地忍了又忍，迷迷糊糊间再次陷入了沉睡。然而这次他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中的内容有些羞耻，他竟然梦见了变态哥哥。第二天一早，青婉感觉全身酸软无力，该不会是因为跟那个死变态睡了一夜，被冻感冒了吧？而此时的哥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他的房间，他从床上慢悠悠地爬了起来，打着哈欠来到了卫生间，结果却突然被镜子吓了一跳，并不是镜子里再次出现七窍流血的女鬼，而是他发现自己的脖子上莫名多出了许多红色印子。昨晚蚊子这么多吗？咬得可真狠。青婉撇了撇嘴，这才发现自己的嘴皮子也有点红肿。洗漱完之后，他下楼来到餐厅，哥哥早已将早餐准备好，一看到青婉下楼，他便微笑着打招呼：“早啊，小婉。”青婉的小脸倏地一红，看到哥哥，他就忍不住想起昨晚那个旖旎的梦，那个梦太真实了。昨晚睡得还好吗？哥哥意味深长地看着青婉的脖颈，青婉尴尬地点了点头，睡得还好，就是晚上蚊子有点多，把我脖子叮了好几个包。可当他看到哥哥苍白的皮肤时，又有些纳闷，奇怪了，蚊子怎么不叮哥哥呢？哥哥微微翘起嘴角，看来连蚊子也更喜欢小婉一些。吃过早餐后，哥哥出门上班前照就给了青婉一个离别吻，他从抗拒到接受，算了，就当真的被蚊子咬了吧。哥哥揉了揉青婉的脑袋，旋即拿上外套走出了房门。无所事事的青婉再次打开电视机，想看看今天有没有杀人抛尸的新闻，可结果却依然是滋滋的满屏雪花。正当他准备关掉电视时，地下室却突然传来咚咚咚的敲打声。青婉好奇地走了过去，大声地问道：“谁在里面？”下一秒，敲打的声音戛然而止，空荡的客厅顿时陷入诡异的安静。片刻后，一道嘶哑难听的声音隔着门缓缓响起：“青婉，我是妈妈，快放我们出去，我还是你爹呢，张嘴就乱认亲戚，以为我会上当吗？”青婉冷哼一声，不为所动。紧接着，地下室又响起一道男人的声音，他的声音充满痛苦，磕磕绊绊地说道：“青婉，我是爸爸，救救我们！”青婉翻了个白眼，继续不为所动：“我是孤儿，根本没有爸妈。”话音落下，地下室顿时陷入了沉默。很快，女人沙哑刺耳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有没有可能我们是你的养父母？你是我们收养的孤儿，原来你们是我亲爱的养父母啊！怎么不早说？”青婉手捂着小嘴，大吃一惊。养母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：“青婉，快放我们出去！你的哥哥疯了，他把我们2个囚禁在地下室里，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”青婉连连点头表示赞同，他这个变态哥哥脑袋确实不正常。妈妈，你说的对，哥哥让我感觉到害怕。小婉别害怕，你把爸爸妈妈放出来，爸爸妈妈会保护你。养母继续说道。闻言，青婉怯懦地回道：“我不敢，我怕哥哥会惩罚我。”小婉，哥哥很有可能不是你的哥哥了，你要是不把我们放出来，下一个受害的人就是你。养母的语气愈发的急躁：“你的哥哥已经死了，外面的那个是怪物，披着你哥哥皮的怪物。”小婉在跟谁聊天呢？就在这时，青婉身后却突然传来了哥哥冷冽的声音。